听说了吗？皇上最近在给三皇子招伴读，谁要是能让三皇子认真读书，封黄金1000两，赏万户侯呢。得了吧，那太子生性顽皮，会读得进去书？之前就进去过7个，全被太子活生生折磨废了。那些伴读说是会让太子认真读书，实际上是在给太子送命呢。你看，这第8个不就被抬出来了？第8个了，林伴读，别误了时辰。圣旨点的人逃1步是抗旨。这古风建筑，这太监，我这是穿越了。林伴读，说你呢，还在发什么呆？赶紧的！前面那个他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人还活着，就是不说人话了。进去3天，出来只会写1个字。第9个。林伴读，奴在小夏子，殿下身边伺候的。见了殿下，别提皇后，别提陛下，别提三皇子，更别说废字。前几个没人提醒。提醒了，有人装忠心，有人装不怕，有人一进门就跪着哭。结果呢？殿下不喜欢人装忠心，也不喜欢人怕他。你最好别太像前几个。你就是第9个。陈林峰奉旨为东宫伴读。奉旨？你们不都是被推来送死的吗？伴读不读书，去春秋。怎么不拿？伴读连书都不敢碰，都别动，越乱他越咬人。你倒是会装镇定，臣不是镇定，是惜命。看见抬出去那个了吗？怕不怕？怕，但怕不等于不能做事。你教姑做事，臣不敢。臣只是在算账。算什么账？算臣一条命，够不够外配那些人换一封废除奏高？新伴读入东宫不过半刻，死在殿下书房。明日御史台能写什么？东宫暴虐，残害伴读，想让殿下被废的人会很高兴。臣不陪殿下白白把刀递给别人。殿下，奴才让人取竹夹来。你不问姑为何放蛇？问了，殿下未必说真话。说得像个人物。明日辰时，御前问学，父皇要考姑经史。姑若答不上来，东宫上下受罚，伴读失职，加倍。教吧，林伴读，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活过第2日。考官是皇帝，学生是废太子，失败连坐。殿下想活，还是想输？姑若说想输呢？殿下若真想输，方才就不会告诉臣明日辰时问学。真想看臣死，殿下该等明日勤政殿上再开口，何必提前把刀递给臣看？你一个伴读也配教姑活？臣不教殿下活，臣只提醒殿下，输给皇上是一回事，输给想废殿下的人是另一回事。殿下每答错1次，御史不会写太子年少负气，只会写东宫失德，不堪承宗庙。他们写1回，殿下少1寸退路；写10回，殿下身边的人先死1圈。明日殿下只记6个字：3不，不怨。旧怨不提，不让皇上觉得殿下心怀不平；不积，聪明藏在经义里，不要拿来反刺君父。这争宠，不卖惨，不邀功，不与三皇子在御前明面相争。还有3要：要读圣心，要顺着皇上的心意说话。他也配？这句明日若说出口，臣替御史再拟半夜。换一个，殿下做御史，挑臣这句错。储君之要，在奉君父亲贤臣，慎刑法，息百姓。亲贤臣，结党，慎刑法，暗指今上刑重，恤百姓。皇子为临政，妄贪安民，邀明。殿下挑得准，明日答题就要避开这些口子。你以前真只是个伴读，
臣以前教过些不好教的人，有姑难教。殿下聪明，所以更难。殿下，这劫不是咱们东宫的打法。这印磨得太整齐了，有人害殿下，那就更不能喊。现在喊出来，明日就会变成殿下畏惧问学，故意放蛇栽赃旁人。你倒懂得替姑藏罪证。这是证据，什么时候拿出来，才决定它是刀还是绳。听他的。皇上今日起得早，命太子即刻往勤政殿。不是陈实吗？圣意如此。3步。今日所问，未必只在礼记。皇上昨夜翻了太祖实录，三殿下也在勤政殿候着。皇兄昨夜辛苦，今日父皇问的细，莫要急。3步。姑知道。太子入殿，林伴读随侍殿侧，不得妄言。东宫内侍，殿外候着。都起来吧。灵儿，为子为臣为楚，各重何字？为子重孝，为臣重敬，为楚重慎。慎言慎行慎独，方不负君父，不误臣民。尚可。臣弟浅见，皇兄莫笑。3步。太子，昨夜读了什么？《礼记》尚书旧课，又翻了太祖遗录几段。太祖年间曾有楚军监国，见旧政多弊，即改3司条令，太祖斥其造进。楚军见君父政令有失，当如何？达直是不敬，达顺是无辜。儿臣不敢以楚军自居，妄论君父得失。若读书欲不明处，当先自省学识浅薄，再请师傅讲明就理。始终得失，不可只看一时成败，更不可借古事比评今上。若事关行赏钱粮百姓生计，当由朝谕定夺。儿臣未临政，不敢凭一时意气轻断是非。你倒知道一时意气。儿臣昨夜读书，才知从前轻躁。东宫这些年换了8个伴读，有的病退，有的犯错，有的教不出名堂。你是第9个，既做伴读，便不只陪他翻书。太子在时宜，伴读先受罚。太子不学，伴读亦有罪。臣领旨。退下。皇兄今日能如此谨慎，想来林半福昨夜费了不少心。昨夜书房外头，奴才明明清过人，一个闲杂的都没留。三殿下怎么知道灯亮到天明？三殿下来得太早，话也太准。你什么意思？此书是勤政殿外，姑还要谢他们听得仔细。殿下现在追三殿下，明日奏折上写的不是东宫查内鬼，是太子御前受责后失仪，迁怒宫人疑心手足，要查回东宫查，查物查部，查昨夜谁在何处，但不能在皇帝眼皮底下替人递刀。奴才传陛下口谕。陛下问：昨日东宫以蛇迎伴读，蛇从何来？谁放的？回陛下，蛇带在书箱中，臣不敢妄指。只是蛇带入箱，书箱封印与东宫常用器物略有不同，臣愿回去查明，再如实禀报。陛下还说，客归3日后呈御前，不得误。你领得倒快。眼下怕的不是陛下管，是有人盼着殿下被陛下管死。小夏子，昨夜值守的人一个不落，全叫来。先去书房。人会串话，物件不会先串供。你又要拦？蛇带书箱封蜡绳结，先封起来。带路。这不是咱们书房常打的结，封蜡也不对，东宫常用的蜡色要亮些，烙印也深。殿下，昨夜值守侍卫，以后在外头。韩统领守门，臣问物。今日先问事，不问罪。让他问。御史3刻，太子换过一只书箱。殿下要看太祖旧案，奴才才叫人换箱。议政，
外郎洒扫小太监阿成被内务府借去班册，中间空了一笔，不是没写，是有人把该写的地方留成了白。阿成今日未到职，内务府留了他，说账册未清，昨夜值守的全拖下去审。殿下今日杖责10人，明日奏折上写的不是查内鬼，是太子暴虐。你拿御史压姑，臣拿敌人的刀给殿下看。好，姑今日听你次，说问不出东西，自己去领板子。三殿下知道昨夜登酒，不一定是有人把话原封不动递出去，那还是姑的错。敌人能算准殿下，不是因为他们多神，是因为殿下每次发怒都走同一条路。书香换过，灯油添过，外郎空过，内务府借过人，东宫自己把痕迹摆了一地。你想说查内鬼只是治标，改变殿下才是治本？姑未必照做，殿下可以不照做，但敌人一定会照着殿下旧习惯算计。殿下，御马券送来明日骑射马册。东宫原定的青崔被调去三殿下处备用，给殿下换的是乌云鸠，新入厩，姓列，昨日才踢上过牵马内问。北马，姑现在去御马监。殿下，乌云鸠昨日刚踢上人，那更该问问他们把什么东西送到姑面前。臣是怕殿下还没上马，罪名已经先上了奏左。刀都架到姑脖子上了，你还叫姑守规矩？不是守规矩，是别替他们把路走完。殿下不骑，明日便是临阵切战，楚军无胆。殿下强骑，马一经轻则坠马失仪，重则伤筋动骨。殿下现在去御马监发作，明早奏收上者破一拳越错。好一招啊！他们送来的不是一匹马，是殿下从前最爱走的路。外头本就说殿下性子急。若姑现在砍了御马监的人，你也拦？拦，不是心疼他们，是不想殿下替他们把暴虐2个字写实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验马？你要姑求他们换马？不是求换，不取消骑射，不临阵换马，也不私下砸人，按规验马，查调马牒文，查青松为何去三殿下处，查乌云追昨日踢伤内侍的伤当，再查马具、安殿、缰绳。小夏子，取一本新部，东宫随行部。太子外出问话验物，何时何地何人在场，对方说过什么，全记。你这是怕姑骑？臣怕殿下拿命替别人补一份废除奏章。走，姑倒要看看他们的规矩有多齐全。殿下，奴才刚去教场那边打听了一桩事，明日骑射不只是东宫立刻，三殿下可能也会去教场。若有内廷官设，殿下一举一动都会被递到上头。他们想看姑摔下去，那姑偏要骑给他们看。明日要训的不是马。奴才梁进给太子殿下请安。青松呢？回殿下，青松今晨调往三殿下处备用，牒文齐全，御马监皆按规矩办事。小夏子，记。林伴读谨慎，是东宫之福。乌云敦昨日踢伤人，你们也按规矩送来。乌云敦虽烈，却是良驹，烈马配鹰主。若殿下驯服，明日教场之上必显楚军英武。当然，若殿下觉得乌云推难驯，奴才可在上报另择一匹温驯些的。你说什么？奴才是为殿下安危着想。记：某年某月某时，御马监监差梁进言，太子若惧乌云推，可择温驯马。奴才绝无此意。也记梁监称当场改口。称并无讥讽太子喂马之意。林伴读，奴才一句粗话，何至于？东宫问事圆滑落纸，梁监称若觉得记错，可当场更正。哼，倒是会咬文嚼字。臣只会记人原话。牵乌云垂来，取牒文，取昨日伤当。验，殿下，这马力却不是风。殿下别进，马惊了。铜刺拆过，痕还在。若压在马背上，人一上鞍，马受痛必惊。殿下明鉴，奴才不知，兴许是底下人疏忽。疏忽？敢不敢？明日让他们自己说。殿下现在动手，只会替他们悔正。安殿封存，牒文伤当，今晚送到东宫，少一夜，姑明日亲自问。由东宫侍卫看着封。殿下，物证已封存。
你今日拦姑是怕姑死，还是怕你被连坐？都有。若明日姑真从马上摔下来，你会不会也说是姑自己任性活该？明日臣会在场，殿下要骑，但不能敌其骑。若有人再动手脚，臣会让他变成证据。奴才奉陛下之命，观课记住。殿下照常便是。皇兄，听闻乌云殿姓烈，臣弟这匹轻松温顺，可供一用。殿下千金之躯，何必同烈马较劲？殿下，第一笔，验马。殿下，今日马具皆新换，奴才不敢有半分疏忽。殿下如此谨慎，莫不是疑御马监？不是疑谁，陛下命臣整顿客规，今日有内廷官设，正该从验马具开始。三殿下既在场，青粗一并验视，才算一视同仁。自然，臣弟也愿做个见证。殿下，昨夜说好的，臣说半寸，殿下松江谢礼。皇兄骑术久在。半寸。护住马刀！拖过来，孤亲自问。殿下，今日有内廷的笔。封正，记名，候审。阿成，小瞎子哥哥，救我！殿下，奴才没有害你。殿下此刻打谁，谁就是他们要殿下打的人。你也要孤忍？不是忍，是别替他们写罪状。今日若阿成死在校场，小夏子死在殿下面前，刘公公呈上去的是8个字：太子暴虐，滥行护短。林伴读倒是心细。韩昭，按住阿成，看住他的嘴，也看住他的命。小夏子留在案前，旁人不得靠近。皇兄，若真牵涉东宫内人，不如交内廷查问，方显公正。殿下，臣有3句话说：人要分开问，阿成和小夏子不能互相看，也不能递话。然后呢，物也要分开验，腰牌是一件，铜烧红布药包是另一批，来处未必一样。罪更要分开论，私借公牌是一罪，金马谋害太子是另一罪，没审清之前不能并在一起。林伴读倒像懂审案，臣不懂审案，只懂一点：事不分清，人就会被逼着认错。阿成押到木架东侧，韩昭亲自看着，刘公公可旁观，可记住。奴才只按所见所闻上呈。那就把所见所闻记全。殿下，断口心。说。旧牌是奴才的，奴才该死。奴才想着只借一会，后来腰牌没还，他说丢了。奴才怕殿下生气，没敢报。你怕姑生气，就给别人递了刀。奴才该死，可奴才真没有害殿下。殿下，小夏子私借公牌，该罚，但腰牌能证明他违规，不能证明他安排金马。童少向御马簪驯马之物，寻常小太监不易拿到。红布和药包专为金马而备，若是临时起意，不会备得如此齐全。若小夏子真要害殿下，何必让阿成带着刻字腰牌当场被抓？这不是灭手，是递证据。即小夏子私借公牌既罪，但金马一案未审明前，谁也不得将他认作主谋。不是小夏子哥哥教我的，是他们教我这么喊的。谁教你的？他们把我关在柴房里，给了我铜哨红布、药包，说马一乱就躲在木架后，若被抓就喊小夏子哥哥。阿成，跪回去！人证若不能言，物证又指东宫，此事只怕要到御前分说了。
殿下，陛下还在勤政殿候着。殿下，入殿后，陛下第一句必问金马。那问什么？腰牌，御前审的不是谁惊了马，是东宫有没有失计，殿下有没有护短。殿下只记一句：认管束，不认谋害，求查证，不求开恩。孤记住。东宫腰牌为何会在外人手上？腰牌。回陛下，教场所获诸证已封存，由臣押送入宫，刘公公在场记住。朕问太子。陛下，腰牌是奴才私借给阿成的，奴才犯了宫规，可奴才真没有害殿下。私借公牌已是重罪，不如先收监杖责，再审金马。楚军身边藏私，最易误了大局。东宫管束不严，孤有责。只这一句，小夏子私借腰牌，孤罚；东宫失察，孤认；但谋害楚军之罪，孤不认。若查出东宫真有人参与金马，孤亲自请罪；若有人借东宫之名害孤，也请父皇还东宫一个明白。你既是认管束不严，如何证明谋害与东宫无关？陛下，臣斗胆。你也在同问之列。正因同问，臣不敢让证据混作一团。说，此案有3件事不可混：第一，小夏子私借腰牌是东宫失管；第二，阿成持物金马是教场实情；第三，前2者可证，却不能直接推出第3者。腰牌已在阿成身上还不够，若仅凭一枚腰牌辨定谋害，真正设局之人只需偷一件东宫旧物，便能替东宫写好死罪。你是在教朕审案？臣不敢，臣只是不敢让陛下看见一半证据，便替真正设局之人省了另一半。阿成现在如何？毒发未止，神志不清。教场时曾供称被人关押数日，受胁迫经马。陛下，臣请验阿成中毒时辰，若毒是临时服下，东宫疑嫌疑加重；若毒早在校场前入体，便说明有人早知他会被抓，早替他备了闭嘴的法子。验。回陛下，此人舌根发黑，脉象沉滞，应是早前服下慢发之物，腕上有旧绳痕，像被拘缚过数日。也可能是东宫先拘了人，再放出来行事。若如此，东宫为何还让他喊小夏子的名字？这是灭口，还是把刀柄递给旁人？3日，腰牌如何流出？3日，够不够？都得够。这红布，入殿前你验过？验过，折角是平的，没有灰。别声张。刀不在校场。殿下，香灰的来源在库房。殿下，奴才。开库。这就是东宫库房。殿下恕罪，库里向来如此。账呢？炭、灯油、油、笔、墨、马具。东宫可有供香？库里呢？早没了。账上有，库里没有，东西去了哪儿？奴才不知，内务府送多少，东宫收多少，单子压着，有些东西根本没进库。可奴才不签，明日便说东宫不接供给。殿下，他若死在这里，今晚所有账都成了死账。甜白香，勤政殿外那点灰。对，甜白香，谁领的？念。甜白香2盒，东宫内侍小夏子领。把小夏子押在内廷，再把脏东西寄到他名下，他们是要逼死他。殿下，若此刻拿香灰去质问内廷，对方只需摊开这本账，香是东宫领的，人是小夏子签的。让开！殿下去哪儿？去内廷把小夏子带出来。殿下今晚闯内廷，明日他们会说太子劫囚。旧腰牌指向他，阿成喊他的名，甜白香记在他名下，红布香灰也能扣到他头上。殿下看见的是小夏子要死，臣看见的是有人让所有东西都指向东宫。那你要顾看着，愤怒救不了他，是让他们补不上这条账。怎么查？封库，今夜起未经殿下陈韩赵3方在场不得开启，账归账，物归物，人归人，分开合。你不准离开东宫半步，少一页账，孤先砍你的手。
查到谁碰郑和了？勤政殿外登记时，确有一人替班碰过箱子，名叫姚安。抓他。怎么？抓不了。姚安3个月前已经死了。死人？死人怎么送香？所以，今晚在勤政殿外碰郑香的，也许根本不是姚安。有人把姚安做成了一把钥匙，登记押送，替班过门，查到最后，名册上只有一个死人。谁在那里？站住！好得很，封库才多久就敢来烧账？打到他说！殿下，慢一步。人赃俱获，你还要慢？越是人赃俱获，越要看清这赃是谁送到殿下面前的。殿下若现在打死他，明日勤政殿外会多一条画太子夜悔哭色，私刑灭口。你是说孤连一个奴才都动不得？不是动不得，是不能按他们铺好的路动。好，今夜不打。你若查不出来，连你一起罚。臣领罚。受潮了。这点东西最多烧出一团烟，烧不了账。位置选得准，能点烟不能烧账，烟一起守卫就来。殿下若在怒中神打，正好补上他们缺的那一把火。所以他不是来烧账的，他是来让殿下以为有人要烧账，再让殿下把人打成死证。谁让你来？说！奴才不认得，他戴着帽，压得很低，声音尖。让你放什么？他给了奴才这牌子，说办成了，明日换奴才出宫采买的差。纸卷，他说害墨过来，把纸塞进封库门缝。勤政殿替班登记边角也有类似划痕。姚安第3次了。勤政殿正香，田白香押送，夜闯封库，有人把姚安做成了一把万鸟钥匙。小瞎子的签押呢？这能救他？不能，但能让他们不能立刻杀他顶罪。有人临摹过旧签章，只是嫌疑，不能证明小瞎子没参与，也不能证明腰牌不是他借出去的。但这嫌疑一旦摆出来，内廷若急着结案，反而坐实了急着灭口。去内廷问他还活着没有。回殿下，看押处隔门回话，人还活着，但近月签押样本不给，说需内廷总管点头。人活着就还有时间。去查姚安的腰牌销毁记录。公级鞭策核过，姚安3个月前病亡，除籍。按规，腰牌当日缴回，3日内销毁。勤政殿替班一栏有姚安，内务府转箱押送有姚安，东宫马料、安胖油、御马安神草也有一笔转交人写姚安。马料账也是你管？殿下，殿下明日要骑的那匹御马不对劲。都跪下！谁碰过孤的马？殿下饶命！晚间都是安利喂的马料和安神草。拖出去，打到他说真话。殿下，此刻一打，人证就乱了，马槽一清，物证就没了。顾明日要骑的马，他们今夜才说不对劲，你要顾看着。不是看着，是让他们一个跑不了，东西一样少不了。前后门各2人，守马人分开站，敢交头接耳，掌嘴。谁最后喂草，谁碰过马具，一个个报。晚间照例喂了少量安神草，管事说让御马夜里安稳些。安神草哪里来的？傍晚送来的，交接条上写着姚安待转。死人替班，死人送香，如今死人还来喂孤的马。他没吃干净，发作前还挣扎过，像疼不像昏。今晚可有人提前试安？骑射师傅明早要查马具，管事让人提前试戴安配。查嚼子，查腹大，查安备油，谁也不许擦。是。
闻这个，再闻旁边那副旧饺子。这油味辛，马含久了，嘴里受刺激，会甩头乱咬浆。外面完好，内侧割过。明日殿下上马，腹带受力，跑起来猛拽缰绳，断的正是时候。腹带若断，殿下会摔下去。不是会，是他们要让所有人亲眼看见殿下摔下去。殿下，杀人容易，留证难。谁碰过安佩瑶？谁取过这副马具？你说。傍晚有人来过，说奉韩统领令，明日骑射前要先换一遍油。我何时下过这种令？他戴帽遮脸，声音间，奴才以为真是统领派来的人。臣没有下过此令。把那个闯库的人带来。像那晚叫奴才闯库的人，也是冒言压低，说话间。殿下，这证据太粗，不是用来定韩昭罪的。他扎不到案卷里，只扎得到人心里。敌人知道东宫能用的人不多，所以要殿下亲手把最后能用的人推开。孤忍这一夜，韩昭封马厩，人分开，物分开，账分开。臣遵令。陛下闻东宫夜半惊马，命奴才来问。父皇是让孤停骑射。陛下口谕，明日骑射照常，不可因夜半惊马自乱章法。若马有问题呢？太子御马若无明正重疾，不得无故更换。令封，明日这马，孤还骑不骑？骑，但不能照他们写好的法子骑。殿下，时辰将至，楚军骑射关乎体统，不可误。昨夜惊马若无明证，今日仍应照常。皇兄若未歇好，臣弟愿代皇兄向父皇陈情。殿下，抽这一边，今日就不必骑了，他们已经赢了。按规矩来，验马，验具。此处有割痕，嚼子边缘磨刺未平，安倍犹未辛辣。有损不假，可损在何时，因何而损，谁能断言？若东宫以一为证，日后御前骑射还如何行？请记下，诸位认为此具虽有损，却仍可用于太子御前骑射。我未如此说。那师傅的意思是不可用。骑射本有风险，马具是否可用，需看损处轻重。那便请师傅与兵部大人在案卷上写明，此副马具可保太子安全。你强词夺理。下官不问此具是谁所损，只请大人按礼制留名。验押之后，殿下上马，若坠马失仪，案卷上写着谁押的名。谁敢言万全？既不敢言万全，又为何敢强令太子用损具？楚军伤，验押者同责。既然殿下有疑，可换官备马具，御马不换，骑射照常。记下。原马具存疑，朱元不做安全之押，改用官备马具。押西、铁尊，让他半步。臣收。命问讯东中内侍小夏子，已有供词，请殿下阅认。他认。小夏子供认，东宫马具更换，库册迁押，田白香与药材挪用，皆奉太子私意。殿下，别碰，这不是今日才写出来的供状，这是一张早就织好的网。殿下，供状画押齐全，请殿下当场阅认。你要孤认什么？小夏子亲供，马具更换，库册迁章，田白香挪用，皆奉太子私意。殿下若不认，奴才承陛下圣裁。殿下，他要的不是你认，是你碰。这里是骑射场，不是内廷暗室。兵部职官在，骑射师傅在，
皇兄勿急，清者自清，当众说清也好。姑还没说话，你倒先替姑想好后路了。臣弟只是担心皇兄。担心？站远些，别挡姑的眼。殿下既不便阅任，不如由奴才将小夏子带回内廷。人押到骑射场，当众呈供状呈温斩，现在又要带回内廷闭门问。公公，这流程走得太顺了。林伴读，奴才奉命办事。小夏子既在场，供状真假问他便是。他认，诸位都听得见；他不认，这张纸不能替他说话。小夏子，抬头。殿下，奴才没有。护住政务，莫让人毁了！滚开！殿下先救人。你现在砸了斩，抢了人，他就真成了替你灭口的死人。韩昭，守住他。臣在。大人，御前骑射场突发内侍吐血昏厥，又牵涉马具供状温斩，按规矩，是否该请太医院？该请。再请大人记一笔：小夏子未死，温斩未验，供证未对，3项未清前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带离。你这是要留下内廷政务？不是留下，是封存。太医院、兵部、内廷3方同看，谁也不能单独碰政。谁碰过斩？殿下未碰，小夏子一直抱着，内廷押送而来，方才滑落，无人再碰斩言。斩中有药性，但不足以致此急症。那便是此物可引心悸、昏眩，但小夏子发作太急，唇舌与指尖之色不合，斩中药性像引子，不像根。小夏子，你说什么？不是斩，不是斩，是什么？是香。什么香？供状里为何偏偏写了甜白香？供状所乃，自是小夏子亲供。他现在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出。你要拿这张签押替他认下所有事，先是人，再是证。韩昭，跟着他，谁敢伸手，先问姑。臣遵令。小夏子说的香，是东宫日日燃的甜白香。温斩不是刀，真正的刀夜夜燃在东宫。殿下，东宫厢房走水了。小夏子刚指甜白香，东宫厢房便烧，太子这是畏罪毁政。殿下现在冲回去，就是替他们把罪名写全。孤倒要看看谁敢烧孤的厢房。殿下若想赢，今日只做3件事：不抢人，不碰物，不乱杀。东宫涉案，不可肆查，厢房残物当由内廷封存。查箱不是替东宫脱罪，是救人。太医院救人，兵部见证，内廷监管，3方同往，谁也不能单独碰政。救火，封门，点名留人，一队守院门，一队绕后廊。韩统领连内廷也拦。殿下令，3方未齐，谁也不碰。奴才只是照做，是小夏子哥哥给的字条，说烧了便没人追究。人证物证俱在，小夏子奉东宫之命毁香。小夏子半死在骑射场，如何给他字条？把供证、旧库册这张字条并列。供状、库册、纵火字条3处签押太像，连停笔的位置都一样，像有人照着底样描。签押相同才是本人所写。人写字会有气，病时手软，急时笔乱，怕是会断。3处连顿笔都一样，不像人写。这批甜白香，香甜而浮，然后灰白松散。小夏子若夜夜闻这种，不该发作那样急。这里的香不像真正的毒源。那真正的毒源还在别处。
厢房里的香不是毒源，那他们为什么要装厢房？烧这里是让我们看这里，真正怕被查的不在厢房。林伴读慎言，东宫私处再查下去，皇兄难堪只会更多。厢房既毁，于是该入御前。若相为久闻伤气，最该查殿下日日坐卧之处。查书房小炉香匣寝殿相距，三方同在，兵部记录，谁伸手乱碰，剁手。有夹层，慢！书房夹层，谁知是不是太子私藏？记下，夹层由韩统领在三方在场时发现，未起封前，内廷曾出言阻止。是他。香为引，斩为发。此香沉田入里，久闻伤气，在遇温斩中药性催动，便即发吐血抽搐。上寝局，请记。异常残香发现于书房香匣底层，朱印残存，可辨上寝局3字，旁有疑似加刺字痕。发现时三方在场。疑似2字也敢入案？不是定罪，是留痕。陛下有旨，太子赵勋伴读林峰、太医院苏婉清携政务即刻入殿。父皇已知。陛下已闻东宫厢房走水，太子疑似毁政，命诸位不得延误。他们先告到御前了，所以我们不能带怒气去，要带证据去。东宫为何失火？你只需回答。为何小夏子供状刚出厢房便烧？赵勋，你要朕怎么信你？父皇，皇兄未必有意弃君，今日东宫乱了些，皇兄性急也是被逼狠了。殿前争怒气，就是替他们补正。儿臣请陛下听政。陛下，兵部职官不在旨内，其记录如何入殿？记录副本已封在正下外层，自东宫至勤政殿未离苏姑娘之手，也未离御前禁卫视线。是。讲。小夏子吐血前说不是斩是香，厢房走水后三方同在，纵火小黄单已扣，身上字条签押与供状签押过于相似，疑似描摹。疑似2字也能当证？不能定罪，但能留疑。厢房残香多为寻常供香，苏姑娘当场验过。若东宫要毁证，何必请三方看着毁？继续。真正异常的半截甜白香烧残送香签，发现于太子书房香匣夹层，夹层由韩赵当三方之面发现。起封前，内廷曾阻止。林伴读说的细，可越细越像东宫私藏，所以臣不说太子无罪，只请验香、验签、验斩。准，传上寝局掌事。说。回陛下，此印大约是真。上寝局旧印左下角有缺，残签上也有。甜白香可曾入过东宫？有一批，侧旁另有加刺2字，只是残签烧损，臣不敢断其所出。皇兄千万慎言，宫闱赏赐，便是父皇恩典，若说错了，便不只是案子了。真印不等于真凶，香走过上寝局，也不等于上寝局下毒。绕来绕去，还是不肯认东宫藏毒。若是东宫私香，为何厢房大半无异？若是上寝局整批有毒，为何寻常甜白香验不出色腥厌气？若只是温斩害人，为何单斩不足以让小夏子急发？你说。温斩中药性为催发，单用不足以治急症。异常香久闻伤气，香为引，斩为发，二者相合才对得上他的症状。你不怕偏帮东宫，牵连太医院？臣女只认脉象与药性，脉不说谎，药性也不说谎。小夏子群状刚出，他便吐血，香线刚显厢房便走水。书房夹层刚起，御前已先闻东宫毁政。陛下，若案子未验，结论先到，就是有人替陛下抢先断案。若如林伴读所说，皇兄心中可有疑处？儿臣不敢妄指宫闱，儿臣只求父皇封上寝局当日名册，保小夏子性命，查清温斩从何而来。你倒是学会不乱咬人了。儿臣今日才明白，乱咬一口咬不死人，
只会咬断自己的路。上寝局宋襄名册加赐出入印部，即刻封存。无朕旨，任何人不得调阅、增删、焚毁。是。苏婉清奉旨救治效。陛下，上寝局出事了，长香女官素荷死在偏廊。死因初看似悬梁，但袖中藏有纸，似东宫旧纸。纸上写着“林峰授意换香”。放屁！殿下，别替他们补第二纷争。林峰，你可认？素荷死前碰过风泥雨蜡，袖中却藏着咬臣的纸。陛下，他要碰的恐怕不是供认罪状，而是上寝局该被封存的东西。越查越乱。父皇，为免东宫再遭牵扯，还是先将林半书移出东宫，交禁卫靠管而已。臣不敢说纸是假。你认？不认罪。臣只说这纸像东宫旧库的暗文旧纸。既是东宫旧纸，又有素荷袖中遗书，还敢狡辩？臣求的不是陛下信臣，是请陛下验臣今日不可能同时身在两处。其一，纸上墨色未全干，臣入勤政殿后一直在御前，禁卫内侍太医皆可作证。若只是素荷死前不久写成，臣如何离殿去上寝局授意杀人塞纸？其二，上寝局长香女官计策不会写换香，内廷供奉有规制，或称义供，或称加赐，或称撤供。换香二字太直，像不懂规矩的人硬塞出来的说法。林半读这话，倒像是说越像东宫的东西，越不是东宫的东西。三殿下说的不差，证据真的太顺，便更该查从何而来。其三，纸藏在袖内深处，若从容流疏，通常放在案上或身前，让人一眼可见。藏得这样深，更像等搜身时才被发现。臣女可否看一眼纸墨与藏纸索索？你要替他说话。臣女不敢替任何人说话，只认痕迹。墨未全干，纸却藏在袖内深处，袖口无明显褶皱，像在人无力反抗后放入。苏婉清，去偏廊看素荷，只看伤，不准问案。臣女领旨。说，素荷未必是从容自尽，颈痕过平，受力处不合寻常悬梁，更像先受制，再旋起遮掩。她指缝里有细竹屑，带甜香气，又有红枫泥屑和一点青蜡。她死前碰过的，不像厢房东西。若林峰真有罪，你也要护。若林峰有实证，儿臣不敢庇护；若无实证先押，便是叫天下人知道，东宫之人不必查，只需栽。你在教朕断案？儿臣不敢。儿臣求的是照父皇方才定下的规矩查。上寝局已奉旨封存，证据未验便先拿人，封存二字便成了笑话。你倒是会替他说话。儿臣不是替他说话，是替父皇的旨意说话。林峰仍留东宫伴读，不得离禁足范围半步。素荷案、田白香案、温斩案并案封查。小瞎子醒后证词御前封录，不经内廷转手。若查出东宫弄虚作假，太子林峰同坐。臣领旨。父皇圣明，儿臣愿避嫌，不插手查验，只候父皇差遣。陛下，上寝局宋襄名册加赐册出入印部已取到。缺的是哪一页？回陛下，缺的是万寿节御前用香名册。陛下，小瞎子醒过一瞬。他说了什么？寿宴。父皇圣寿在即，万寿宴牵动宗室百官。若此案再由东宫插手，外朝议论怕是更乱。陛下，弯去一夜，未必只是灭证，更像是叫某件东西无来源、无对照，无可追责。圣寿宴岂能轻易移成凶局？正因是圣寿宴，才无人敢停；也正因无人敢停，才最适合布局。万寿宴照旧，你可在禁卫看押下核对寿宴必须相关相册、礼册、封册。敢越一步，朕先斩你！臣领旨。小瞎子若再醒，证词御前封录，不经内廷转手，谁敢先碰，手就不用留了。别为太近，他气弱，经不得。
小瞎子，陛下要录你的话，你能说几个字就说几个字。我不是卢，不是香罗，别逼他，他不是不说，是说不全。卷、黄泥、素和方寿礼。哎，赵旭，退后。他神志混乱，未必可信。正因神志混乱，才更不像提前编好的供词。竹穴太细，不像镶嵌，镶嵌多有削痕，纤维更长。这个碎薄，像画轴端料或里脊竹骨磨下来的。青蜡呢？风匣封侧内廷验风，常用青蜡压口。红枫泥面于御前复合，素和碰过的，不像厢房东西。可它指缝里有甜香，甜香未必只能入炉，若涂在画轴内衬、匣盖暗缝，开匣近身遇暖，香气一样会散出来。所以，香未必在炉里。剜掉那一页，不是让香消失，是让一件兽礼的来处消失。等它被当殿打开，若陛下有恙，册上找不到源头，燕峰却指向东查兽礼。殿下，万寿县里有定规，未到复合之时，不得擅拆封匣。那就查册，一本一本查。既然昼夜之坑，本宫不去就是。殿下不去，乱去便是送死。只想着这自证清白，冲路便永远被人牵着走。那你要本宫笑着把刀吞下去？不是吞刀，满朝都看见刀柄握在谁手里。殿下，礼部郎中并宗正司陆氏在宫门外收奉御前合折册，请殿下签收万寿献礼。让他们进来。此册已过御前复核，太子殿下只需签收。本宫的寿礼，何须你来催？规制如此，各宫献礼寿宴前一日统一验封登记。四海生平图，本宫何时背过这件东西？册上有东宫签押，内廷验封俱全。殿下若有异议，可于寿宴后申明。红枫泥、青蜡，和素和指缝里的很像。拒收，拒收是抗御前复合。签收，签收是认下这份不属于东宫的寿礼，拆开看为质。三条路都是死路，所以不走他们铺的路。签收可以，但东宫签收时需写明验封收匣，未验内务。东宫称此礼非原备，待御前复核。这不合常理。常理是东宫自己备的礼，自己签收。这件东西东宫从未备过，签央是昏迷之人的名字，殿下签收是配合规制，但东宫有权在附册上注明异议，请二位在附册上联合署名见证。东宫签收时已声明此礼非原备。若我等署名，日后出事，日后不出事，这张附册只是废纸；日后出事，这张附册能证明二位今日如实记录，不是同谋。不测能保命，保不了寿宴。明日当殿开轴，匣里不管是什么，都是本宫亲手献上的，所以不能只放假寿礼，要让陛下在看见假的之前，先看见真的。真的，本宫拿什么献？经济粮价、流民收容、一路灾报、户部旧账，东宫被克扣供给账。父皇寿宴献饥民，你是嫌本宫死得不够快？不是哭穷，不是触眉头，是让陛下看见，有人拿盛世当寿礼，有人拿天下当寿礼。查，传詹师府就例，去东宫近年供给账，再派人去问经济粮价、流民收容部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一图一册一词，经济民困图写实况，平包简号册写解法。寿司不怨天不怨人，只说愿天下时平，而非纸上生平。父皇不听哭哭，听实话。陛下有旨。殿下，御前新令，万寿献礼已定序，东宫寿礼列禁御承揽，
太子亲手斩州。亲手斩州？他们不是等太子犯错，他们已经替太子把刀磨好，还要太子亲手献到陛下面前。